这是一场卖掉房子都没人接盘，想跑都跑不掉的悲剧。在高盛最新报告丢出75%房屋需求将消失的那一刻，整个中国楼市的心脏仿佛被掏空。2025年夏天，中国房地产市场像一具被榨干的僵尸，在无数人沉默的哀鸣中蹒跚前行。不是不愿出售，而是根本找不到愿意接盘的人；不是房子本身出了问题，而是人口、信心和未来都在快速消失。高盛的这份报告像一口丧钟，敲醒了最后的幻想：未来中国每年所需住房量将从2017年的2000万套锐减至不到500万套，跌幅高达75%。3/4的房子将再无人问津。等待反弹的，只怕等来的不是回暖，而是活埋。在这份报告中，高盛直言不讳地指出，中国房市的这轮调整是过去10年全球最具代表性的重大经济事件之一。这不是一句夸张的形容，而是结合1960年以来全球15个主要经济体房地产崩盘案例后得出的判断。数据显示，自2021年以来，中国房价累计跌幅已超过20%，而未来2年仍有进一步下探的可能。对于那些刚刚入场的人来说，眼前的价格并不是底部，而很可能是半山腰，甚至是山顶。城市化步伐放缓，人口红利衰退，年轻人生不起孩子，买不起房，老龄化却急剧加速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房子逐渐沦为负资产，不仅沉重，还令人绝望。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趋势，曾经支撑中国房地产的基本面——人口、城镇化、消费信心，正在被一项项数据证实已不复存在。2017年，城镇住房年需求高达2000万套，到了2025年，这一数字或将跌破500万套。高盛认为，生育率走低、人口老龄化、城镇化红利殆尽，叠加信心塌方，使得房地产的刚需消散，而投资性购房更是迅速退出。房市已经不再是双向交易市场，而是单边竞卖市场。每一个人都想卖房，邻居在卖，朋友在卖，中介也在卖，买家却越来越稀少。供给堆积如山，需求寥寥无几。这个市场上，连中介都自己在挂牌。更令人警醒的是，房地产的沉没不仅仅是个人资产的贬值问题，它还撼动了政府财政的根基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5月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仅为1941亿元人民币，同比暴跌14.6%，创下10年来同期最低点。依赖土地财政的政府已出现明显吃紧迹象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财政收入11.2万亿元，支出却高达14.5万亿元，赤字达3.3万亿元。而这还未包含庞大的隐性债务。土地流拍率飙升，开发商接连退地，融资平台暴雷不断，地方财政已在崩盘边缘。曾经靠卖地养活基建、维稳、教育、医疗的机制，如今已走到穷途末路。在一线城市，房地产的崩溃不再遥远。以广州为例，2025年5月，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6.6%，跌幅在一线城市中位居第一，深圳紧随其后，跌幅为3.2%。曾经永远上涨的神话，在北上广深悄然瓦解。许多业主亲自下场当中介，仍然将房屋出售。深圳一位女士将自住10年的复式房挂牌384万元，半年无人问津，最终只能加入中介行列，亲自拉客带看。然而，面对客户太少、房源太多的市场现状，即使平台推广，也难觅买家。广州番禺某高端小区房价从高峰期的5-6万一平跌到如今3万出头，几近腰斩。一位自2014年买房至今的房主直言，不赔钱就不卖了。南京一位年轻女性
为了偿还新房贷款，不得不尝试出售父母的老房，继而进入房产中介行业，却最终仍未卖出，只能选择出租维持现金流。这样的故事在一线城市并不稀奇，反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房子越来越多，接盘者越来越少，自己卖给自己正逐渐成为一种市场常态，资本也开始逃离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大陆投资者向日本住宅市场投入资金达10亿美元，是过去5年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。大量香港资金与原本布局内地的富人正在转向东京、大阪、京都。国际地产公司高力日本高层指出，中国楼市崩溃后，香港与内地投资者大举转向日本与澳洲市场，热度甚至超过以往所有阶段。中国本土创投公司 MindWorks 更是直接在东京港区收购整栋公寓楼，并宣告告别中国住宅投资市场。当最了解本地市场的资本纷纷逃离，留下的只是一地残砖与空荡的楼盘。与此同时，房地产危机已经深刻改变了无数普通家庭的生活轨迹。在工资停滞、房价下跌、租金缩水的重压下，断供潮蔓延至越来越多的城市。越来越多家庭发现，再也无法负担每月动辄几千上万的按揭。社交平台上，年轻人、中年夫妻、小业主、宝妈群体密集发声，讲述被房贷压垮的现实。他们不是不愿意还，而是已经还不起。而断供的后果极其严重，信用记录受损，限制高消费，可能被起诉，资产遭查封，连父母财产和子女升学都可能受到牵连。最令人绝望的是，即使想止损，也难以如愿。房子在当前市场上根本变现无门。二手房成交周期动辄半年以上，成交价常常低于贷款余额，卖出等于净亏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。高盛所谓的净卖家时代听起来冷静理性，现实却是令人崩溃的僵局，想卖不掉，继续供又吃不消，断供则代价惨烈。而在另一端，开发商已无力承担更大风险。恒大、碧桂园、融创、旭辉、泰禾、华夏幸福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，一个接一个陷入债务泥潭。2025年，这一连锁反应仍在延续。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，截至2025年5月，全国在建烂尾项目已超过1420个，涉及购房者超过320万人。许多城市大面积出现停工、烂尾、维权潮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不少地方政府早已无力兜底，只能自负风险。对于那些已经支付全款却收不到房的人来说，这不只是财产损失，更是生活秩序的崩塌。曾经的房产开发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就业发动机之一，如今随着投资锐减，建筑业也迎来裁员潮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全国建筑业新项目同比减少 26.4%， 房地产建筑投资更是下滑 35.7%。 行业震荡之下，预计将有400万至600万建筑相关从业者在1年内失业。大量建材企业、装修公司、施工队、设备租赁商面临倒闭潮，产业链上下游遭受重创。过去10年，农民工群体是城市建设的无名英雄，现在他们只能滞留在停工的工地，或在劳资纠纷中讨薪无果。回乡无工可做，流程无事可干，成为这场危机中最沉默也最沉重的一环。曾有人将希望寄托于乡村，但现实并不美好。农业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农村闲置宅基地已超1700万亩，相当于1800万个100平方米的房子空置。空心化严重，农村人口外流加剧，土地利用低效，根本不具备承接城市返乡潮的能力。城市高房价无望，农村接盘能力有限。
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，中产阶层成为最被动的受害者，背负贷款，看不到增值空间，连卖房自救的出口都被堵死。此时此刻，中国房地产不再是市场调控的问题，而是一场结构性塌方，从天花板塌到地基。房地产曾是 GDP 的压舱石，根据贝壳研究院测算，其直接和间接贡献占 GDP 比例高达 25%， 涉及建材、装修、运输、家电、金融、土地、税收、就业等多个领域。如今，这根支柱已被腐蚀成空心竹竿，一旦彻底断裂，冲击将远超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。高盛的结论清晰明确，除非当局大规模财政刺激并承接系统性房地产风险，否则楼市短期内无望止跌。但即使真有刺激政策出台，买家已不在，需求已枯竭。市场缺的不是信贷和政策，而是对未来最基本的信心。在这个房子遍地、买家却失踪的时代，每一个房产持有者仿佛都站在燃烧的甲板上，注视着烈焰与浪潮逼近。那些坚信买房等于安全的人们，被现实接连扇醒。房地产的崩塌不是某一群体的错，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扭曲到极限后的一次必然崩裂。不是不想买房，而是再也不敢相信房子了。